1年时间过去了吧？31个时辰过去了，上边天亮了。没有发现咱们，乱炸。咱们过去看看乡亲们怎么样了。好。团长，这地方挖的比较浅。干什么？我们为中国人而来，我们为了一个新的世界而战斗。That's right. The reason we are here to stop children from dying in the arms of their mothers. 仗是我们来打的。上，全都上，跟小鬼子拼了！住手！不能让他们看见了。
延安的共产党人是由精力充沛的、成熟的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的一个统一的集体。这些人忘我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并且有杰出才干和坚毅领导素质。这里充满信心，战争是近旁和切实的存在，没有失败主义，而只有信心，没有对战争的厌倦情绪。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受到广大人民积极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之所以能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是真正属于人民的，因为共产党已在中国扎下了根。中国的命运肯定不属于蒋介石，而是属于他们。共产党将在最近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现在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已经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根据地正在恢复和发展，8路军新四军也有所扩大。我听说沁园把鬼子逼出去了。大困济南追，人民战争，真正的人民战争啊！山东那边报告啊，有的炮牢已经被围困的不行了，日本兵实在忍不住，只能是跑出来向农民讨吃的了。不仅是侵略中国的敌人有饿肚子的，在日本国内有很多老百姓也吃不上饭。军国主义害了亚洲人民，也害了他们自己呀。所以这次会议，各方面的经验都要及时总结，还要放眼未来，统一全党的思想，为下一阶段的斗争做好准备。很多同志多年未见了，真是想念他们。董老就不能来延安开会了，他现在已经到旧金山出席联合国的国际组织会议，参加建立联合国的筹备工作。没有实力，哪个请你到外国去开会呀？董老此行意义重大呀！联合国要开会，我们也要开会，两个会都要开好啊！共产党那边要开7大了，情报确实，而且规模很大，头头脑脑都去了。全国抗战之前，他们只剩下了几万党员，可是现在已经发展到100万了，还有这么大的地盘，几十万的军队，毛泽东很肥啊。他们有发展，我们的进步更大。滇西缅北会战取得胜利，滇缅公路打通，国际援助源源不断，几十万得胜之师正在回国，可以报去年豫湘桂会战的一箭之仇了。林卫，我们的目光应该放得更加长远一点。委员长已经开始考虑抗战胜利之后中国的格局了。有国际盟友的支持，日本人的失败只是早晚的问题。未来中国，我们应该好好的谋篇布局。这个时候召开国民党6大，恰逢其时。对，诸位，我们要统一一下政令、军令，加强我们的战斗力，争取早日抗战胜利，加强中央的权威，严防共产党的发展，严防其势力继续蔓延。共产党已经占据了1万万人口的地盘，防起来不容易啊。我们对共产党的措施是一错再错，一误再误。我们应该秉持我们一贯的方针，继续努力，用政治渠道解决。如果政治不能解决，我看可以用其他手段解决。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请
毛主席致开幕词。诸位，我们的胜利愈接近，今后的险阻必愈纷至迭来。现在中国正在开着2个大会啊，一个是国民党的第6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7次代表大会。2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一个是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的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中国的封建势力，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即创造斗争的优势与环境。我们的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啊！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与中共的斗争无法妥协。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中共7大通过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基本理论，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深刻地论述了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3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党的3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Welcome. This is a record of every research. Please have a look. Okay. Oh, welcome. This is a record of lovely days of China. Please have a look. Okay. 董先生，好久不见。顾先生，你在巴黎和会上为中国仗义直言，让东盟十分敬佩啊。这次联合国召开国际组织会议，你担子更重了。弱国无外交啊，只有叹息。德意志法西斯已经失败，日本人的末日也不远了。抗战军心，今日之中国，和8年前是大不一样啊。可这国际政治云诡波谲啊，各个国家都是面和心不好。一旦法西斯这个公敌被彻底打败，会不会还生出什么新的事？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国家，中国人民有骨气、有勇气，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力。董先生说得好，我们一定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力。The sign ceremony will now begin. The first country to sign was China.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随后，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布7道全面反攻命令。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很快解放大片国土。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9月3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举行受降仪式。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以及澎湖列岛，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这成为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标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抗日战争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后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大团结，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张先生，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你怎么了？14年了。汉卿，咱们赢了！赢了！抗日战争胜利了，你、我们终于要自由了。你不高兴吗？这多好的事儿啊！但愿如此吧。胜利了，我们终于胜利了。委员长，这是全民族的荣耀。是中国人的胜利。委员长指导有方，领导有力，万民敬仰，全军爱戴。
可是现在，他们那边不是还有八路军和新四军吗？毛泽东发表，所谓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中，只是共产党军队四处受降，缴获了许多武器，夺取了不少城市。那就下命令，让他们停在原地，或许再对日本人发动进攻。命令发了，可是延安那边根本就不听。毛泽东说了，说是在现有的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想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全面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那好啊，他们进攻，我们也要进攻，统领各个战区，以最快的速度抢占交通要道，抢占大城市，尤其是和共产党接壤的地区，一定要抢先，尽快夺取。我们的部队离华北、华中抗日前线太远，八路军、新四军反倒近在咫尺。新四军的游击队已经抵达南京城外了，上海、广州、青岛、北平、天津，到处都有共产党的武装在活动。东三省的原抗日联军也跟着苏联人打回去了。委员长，我们可不可以请美国人帮忙，用飞机啊、轮船啊运送我们的兵力？何部长正在芷江受降，很快还要去南京，夺回旧都南京有标志性的作用。对的，那就请美国人用飞机把新六军运到南京，其他的部队也要加快速度，10万火急，切！哎，仗打到今天，这共产党占领了大半个华中、华北，我们呢？我们蹲在西南、西北。有人已经在报纸上做文章了，说我们是下了峨眉山摘桃子。哎呀，建生啊，不要理会这些流言。我们手上还有500万的军队，共产党有多少？我们有美国人的大力支援，我们有飞机、有大炮、有军舰，他们呢，还是要靠实力来讲话的。共产党能够从抗战前的几万人发展到100万大军，还是要加以提防啊。所以啊，我最近想到了一个举措，我要请毛泽东到这里，到重庆来和我谈判。张家口已经夺取，这是我们拿下的第1个省城啊。新四军在江淮间解放了很多地区，山东、河北反攻也很顺利。我们以农村包围城市，打下了华北90%的土地，只剩下了铁路线，还有几座大城市啊。命令部队，勒令一切敌人放下武器，立刻投降。诸位，重庆方面又来电报了，而且是蒋介石亲自来电，邀请主席到重庆谈判。这个老蒋，叫主席到重庆，那不就等于鸿门宴吗？就是啊，战场上丢城丢地，抗战胜利前夕就来搞这些手段。老蒋就是老蒋啊。那你们说，我是去还是不去啊？当然不能去了，去了恐怕就不只是项庄舞剑，还得扣人呢。去十分危险，不去，他们可以占据舆论高地，大肆宣扬我党没有实现和平的承诺，这恐怕就是蒋介石肚子里的小算盘。现在还是国共合作嘛，我看啊，不妨这样回复他们，派我返回重庆，先和他们谈一轮，怎么样？如果我去，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呢？主席，当初在共同抗日，现在没有了外部压力，万一他翻脸了，你有什么办法呀？我判断啊，抗战处在最后胜利前夕，举国欢庆，重庆盟军还在，还有各民主党派的力量，他蒋介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吗？这样，我们先回封电报，就说啊，此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西域接洽，维肯，你们觉得如何啊？
蒋介石总会回电的吧？等他回电的时候，我们再做计较。先探探口风，这样也好。好，我先去了。毛泽东不敢来重庆啊，国家大事，而且是我亲自邀请，他却让周恩来替他来。你看，怕就已经先失了第一局。可以让中央社继续发消息，说毛泽东不顾大局，不遵号令。更重要的是，藐视政府的权威。这个说法好，藐视政府的权威，而且切中了他的要害。还要继续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表达最大的诚意。这个时候，态度越好，越可以赢得民心。已经发了2份电报了，再发第3封。他再不来，会对政府失信于民，示弱于天下。这3条罪过，就算是坐实了。电报又来了，还要派人来接。看来呀，蒋介石这道鸿门宴是不能不去了。主席，可千万别中了他的计策。老蒋这个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坑了多少人啊！他这次摆明了冲你来的。去不妥，不去也不妥呀。去，益处极大；不去，弊端极大。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人都盼望着和平了。国民党、共产党2个政党，必须让全国军民看到和平的希望。蒋介石摆委员长的威风，点了我的名啊，却并未短了礼数。我如果不去，反倒是失去了信义。蒋介石还有那边的很多人，我有19年没见了，见一见，谈一谈，只要是对中国有利的事情，我看不是也很好吗？主席，道理我们都明白，大家还是担心你的安全。蒋介石怕我毛泽东吗？他不怕呀，那他怕什么？是我们的100万大军，还有那1万万人民。汉人民难，汉人民军队难。老总，只要你们继续巩固好我们的胜利果实，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扩大解放区域，他们不敢对我轻举妄动。我同意主席的判断。如果不去，正好中了蒋介石的圈套；如果去，不仅可以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还可以团结教育广大的人民。主席，我陪你一起去重庆吧。恩来，我们又要一起直面蒋介石了。我们有一个关键，6个字：和平、民主、团结。周先生好，周将军好。主席，这是周志柔将军。周志柔奉国民政府和委员长委托，在此迎候毛先生。空军司令嘛，辛苦了。毛先生，请。
毛先生。润之，久违了。是啊，1926年广州一别，算一算，有19年了。再次会面，与彼时的中国已经大不相同啊！愿与先生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啊！好，任之请，您请啊。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全力争取东北，做活这只眼，满盘皆赢。少奇啊，这个方针可是高瞻远瞩啊！很多解放区的军政主官都不在解放区，首长们开完7大还没离开延安，返回根据地路程太远，有的要走几个月呀。几个月，老蒋早把胜利果实给抢光了。有没有更快的法子？一位首长配3匹马，轮着骑，能快一些。那也得超过1个月。有些地区被顽军占据，有些土匪多，路上不安全呢。那就只好继续坐飞机了。还是美国人的飞机？对，美国人运物资的飞机，每次返程是空的。要走的首长很多，也不是一个方向。最近一趟飞机返程是哪里？山西长治。那就都飞长治，之后分别返回晋冀鲁豫、山东、华中。这么多首长坐一架飞机，又是美国人呢，安全吗？别冒点险不可了。大家切不要漏了身份。看来只能如此。各位啊，来到129师的地界，也没请大家吃顿饭，抱歉呐。哎呀，赶路要紧嘛，我这还有几千里路，哎呀，一路颠簸，辛苦哦。去法国上万里路都走了，还差这个千里。那是坐船，这是坐车，还不如给我搞匹马呢，搞头驴也行嘛。可是这时间耽误不起哦。哎，各位，那我就先回太岳了。好。回去之后，掌握好部队。阎锡山在山西到处抢地盘，有消息称他还看中了咱们脚下的长治。你说这个阎老仙啊，鬼子来了他跑，鬼子投降了他来占地盘，脸皮太厚。脸皮厚也不止他一个，我们要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是。保重。报告，电报。电报都催到这儿来了。我的路最远，我先走了。路上小心，保重。好，我们也抓紧时间赶路吧。好。随着日本的投降，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已接近胜利了。在全国、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一个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两党谈判，就是要为中国
创造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国民政府领导全国抗战以来呢，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处于领导位置，那是必然的。中国解放区的1万万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和牺牲，为中外所公认。在以后的和平建设中，也应该继续作为全国民主建设的模范和和平团结的中坚，而尽其伟大的任务啊！对此，我们是表示认同的。我想，还是先请中共诸军谈谈你们的想法。好，在目前，必须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若干紧急措施，以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这是我们初步草拟的8条，请各位公民。谈，当然要继续谈，但是你们不要过于辛苦，该休息就休息，让在重庆的那些中央大员轮流请他们吃饭，拖出时间，以利中央大军占领要地，接受日军投降。剿匪手本都发下去了吗？正在印刷。委员长，此时下发，实际方面是……你还真把和谈当真了？谈无非是为了争取时间，在接收问题上面，我们要争取主动。对于未来，重点无非就是2个字：剿匪。